最近的国产古装剧市场又迎来了一部让观众一边追一边忍不住讨论的作品，那就是由丁禹兮、邓恩熙主演的《花开锦绣》。这部剧刚刚开播不久，就已经凭借家族争斗、古代礼教、身份博弈以及男女主逃亡等元素迅速引起关注。但有意思的是，观众现在讨论的重点并不只是丁禹兮和邓恩熙的表现，而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花开锦绣到底想讲什么？是一个被家族和礼教逼上绝路的女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一个从江湖走来的私盐贩子如何一步一步进入更大的权力棋局？又或者，这其实是一段男女主在逃亡过程中逐渐产生感情的古言爱情故事？4集看下来，答案似乎都有。但也正因为每一种元素都有，反而让不少观众产生了一个感觉：这部剧是不是有点太喜欢斗了？故事一开始，邓恩熙饰演的傅庭云就已经陷入了一场非常危险的家族博弈。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女人的婚姻不一定属于自己。她的容貌可以成为家族向上攀爬的筹码，她的才华可以成为家族换取利益的资本，就连她的名声都可能被亲人拿来做交易。傅庭云本身条件并不差，她有才华，有容貌，同时又因为身份特殊，成为家族眼中非常重要的一张牌。家里希望把她嫁给京城大官的儿子，而她的嫂子却有另外一套算盘。如果能够让傅庭云成为自己的小姑子，她就可以借此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利益。于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婚姻问题，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利益战争。更狠的是，傅庭云甚至没有真正反抗的机会，一幅春宫图直接成为了别人陷害她的工具。偏偏这个时间点又非常特殊，她正准备参加花神节的重要仪式。一旦这幅画被坐实，他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名声，而是整个家族的脸面。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名节一旦被毁，后果可能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象。甚至为了所谓的家族清白，一个女人都可能被牺牲。所以从这里开始，花开锦绣其实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女性成长故事。她完全可以把傅庭云的困境放大，让观众看到一个女人如何在家族、婚姻和礼教的多重压力之下，一点点争夺自己的命运。可是问题来了，剧集并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线深入。很快，故事又开始加入更多家族斗争、官场关系和权力博弈。于是，观众刚刚开始关心傅庭云的命运，下一秒又要开始研究谁在算计谁，谁和谁站在一起，谁又在背后布局。甚至连男女主的相遇都不像传统偶像剧那样简单，因为丁禹兮饰演的赵灵本身就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完美男主，他是一个私盐贩子。这个设定本身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私盐在古代并不是普通的小生意，盐业长期受到官方严格控制，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做私盐生意的人，往往需要资金、人手、渠道，甚至还需要一定的人脉和势力。所以赵灵这个人物其实非常适合做成一个从底层杀出来的男主。他不是天生贵族，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家公子，他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也有自己的利益目标，甚至他接近傅庭云的家族本身就带着目的，这就让男女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傅家想利用赵灵的身份和能力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家族中的长辈也在盘算着婚姻和利益。而赵灵同样没有闲着，他的私盐生意受到打击，他需要借助傅家这样的势力来弥补自己的损失。换句话说，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你救我，我爱你，他们更像是两个各怀心思的人，被迫站到了同一条船上。这样的设定其实非常有看点，因为当男女主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好人，他们之间的信任就会比普通爱情故事更加有戏。你不知道他是真的帮你，还是只是在利用你。你也不知道他现在的选择是因为感情，还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这种关系如果后续写好了，很容易形成真正的拉扯感。但同样，这也给花开锦绣带来了最大的风险，那就是信息量太大了。家斗、礼教、婚姻、权谋、官场、私盐、爱情、逃亡，几乎所有古装剧观众喜欢的元素，它都塞进来了。可元素多，并不代表故事一定好看。
真正决定一部剧能不能让观众追下去的，是它有没有一个足够清晰的核心。比如，如果《花开锦绣》真正想讲的是傅庭云的成长，那么后面的所有权谋都应该服务于他的人物变化。他为什么逃？逃出去以后，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有没有真正摆脱曾经控制他命运的人？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故事的核心。如果剧集真正想讲的是赵灵，那么逻辑又应该完全不同。赵灵为什么能够从私盐贩子一步步做大？他如何建立自己的势力？他如何从江湖进入官场？又如何在更大的时代变化中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条线其实同样可以拍得非常爽。尤其对于喜欢大男主成长和逆袭权谋的观众来说，这种故事并不缺吸引力。可如果两条线同时推进，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主轴，观众就容易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什么都有，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真正讲透。这也是为什么《花开锦绣》前4集会出现争议。有人觉得它信息量丰富，剧情密度高，不拖沓；但也有人觉得剧集太喜欢制造反转和博弈，导致真正应该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部分被不断的算计冲淡了。尤其是傅庭云被陷害这条线，其实它本身就是非常沉重的故事。一个女人因为一幅画就可能失去自己的清白、婚姻，甚至生命。如果剧集能够让观众真正进入她的内心，那么这个角色完全有机会成为全剧最大的情感核心。但如果这个事件只是为了让男女主逃亡，只是一个推动剧情的机关，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被削弱。这可能也是《花开锦绣》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继续增加更多反转，而是告诉观众，这部剧真正想让我们在意的到底是谁？是傅庭云？是赵灵？是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这盘越来越大的权力棋局？当然，现在只看4集就给整部剧下结论，显然还太早。毕竟古装权谋类作品本来就需要一定篇幅来铺设人物关系。而且丁禹兮和邓恩熙这一次的组合也给了这部剧足够的期待值，尤其是丁禹兮饰演的赵灵，如果后续能够把这个人物从一个带着江湖气息的私盐贩子逐渐推向更大的时代舞台，那么这个角色的成长空间会非常大。而邓恩熙饰演的傅庭云也同样存在很大的发挥空间，她不是一个简单等待男主拯救的古代女子。他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本身就拥有能力，却被身份、家族和时代限制。如果后续剧情能够让他从别人手里的棋子慢慢变成自己下棋的人，那么这个人物弧光会非常漂亮。所以现在的花开锦绣其实还远没有到可以判定成败的时候。他的问题很明显，野心太大，元素太多，权谋太密集，核心故事暂时不够清晰。但他的优势同样明显。人物有矛盾，关系有拉扯，时代背景有空间，男女主也都不是简单的工具人。接下来真正决定这部剧口碑的，不是还能不能继续制造反转，而是能不能把这些反转全部服务于人物。如果做到了，那么花开锦绣前期的复杂可能会变成后期的精彩。但如果做不到，它就可能陷入一种最尴尬的状态。剧情一直很忙，人物一直在斗，观众也一直在猜，可是追到最后，却发现自己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担心。所以，你觉得《花开锦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剧情太烧脑，权谋太密集，还是他其实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主线？又或者，你更期待看到赵灵逆袭，还是更期待傅庭云真正摆脱家族和礼教的束缚？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种中国娱乐圈古装剧和明星动态解析，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期继续聊《花开锦绣》后续剧情，以及丁禹兮和邓恩熙这对主演究竟能不能把这场越来越复杂的权力游戏真正演出火花。